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e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天气特别好，我们一起来做开箱吧。那最近呢是有点报复性的消费，又收了一只 LV 的包包。一个是借即将到来的七夕之名，再一个呢，听说 LV 9月1号又要涨价了。那如果是真的话呢，将会是今年以来的第3次涨价，真的是非常的疯狂。于是呢，我就去店里逛了逛，收了一只小可爱。那这只小可爱呢，现在已经成为我包包 collection 里边非常独特的一只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盒子呢不大的一个。有送5个 LV 香水的 sample， 现在无论是在 LV 网上还是店里边买包，好像都是会送香水的小样，可能多少的话有一点随机性。那就是这一支了。里边是有2个袋子，应该是包和肩带分开包装的，还挺细致的。那包包呢，就是这一只啦，超级可爱的，给一个它的特写，是不是？那它的大名呢是法语，我就不随便念了。小名呢不是小名，俗称呢是迷你小圆饼或者迷你小猫箱，它就是猫箱系列出的一个 mini size， 还有一个比它更小的。叫什么 super mini size 之类的嘛，那个我觉得太小了，我也没有考虑。那这个我选的呢是这种monogram reverse 这种花色配黑色的皮革，我觉得这个花色呢就看上去更年轻，然后配黑色的皮子呢也比较好搭衣服。正面呢就是这样圆形的。然后带一个这个行李牌，行李牌呢也是帽箱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元素。然后上面呢是有一个手柄，所以你这样拎在手里也是可以的。背面这块呢是可以穿进去腰带，然后把它当做一个腰包来使用。配的肩带呢也是黑色的，是这种很细的这种肩带，然后是可以调节的。哎呦！太开心了！我们先不把肩带装上，先看一下里边的容量吧。那这个包我说它非常独特呢，就是因为这是我第1个连手机都放不下去的小包包，俗称小废包，是不是？打开是这样子，然后中间这儿还有一个隔层，它里边好像是皮质的吧？里边好像是皮质的耶。还蛮高级的，里边有一个大隔层，然后中间有一个非常细的一个隔层，可以单独放卡进去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。这个包连手机都放不下，就纯粹就是主要是可爱嘛。那我老公看着他也说，要不要考虑一下实用性啊？这个能装什么呀？后来我就想说，那我有实用性的包那么多呢，我干嘛不买一个就真的只是非常可爱的包包？我就看中它可爱。我要想实用性的话，用其他实用性的包好了，对不对？于是就很坚决的买了这只包。还是先来看一下上身效果呢。那现在是这个肩带最长的一个位置，那在我身上呢，它是大概到我的大腿根儿这块儿。也没有特别长，这个小包就真的特别适合小个子背上它尤其可爱，而且它这个肩带是可以调节长度的嘛。刚才是肩带最长的一个长度，现在我们把它调到最短的一个长度看看。那 LV 和 Chanel 都有出小圆饼，我觉得 LV 的优势就是它的肩带可以调，不过 Chanel 的说实话我没有去看过，因为我对这个当时就一见钟情，没有比较其他的。但是我的其他 Chanel 的这种斜挎的包包，尤其是那种链条包，都是没有办法调节长度的。所以那个很多 Chanel 的包链条的长度在小个子身上都是特别不友好，太长了。那像这个 LV 的这个肩带能调节就非常好。现在是调到最短，就是到腰间这里。那这个长度是更加合适的。可爱的一只，还可以就手拎着，太
太小了看着，但是你可以有这个 option 嘛，也蛮可爱的。我当时另外一个原因没有选软饼，是因为这个硬饼的帽箱有保留这个行李牌的这个元素，我觉得还是挺经典的。那这个包除了可以斜挎，可以手提，还可以做腰包。后面呢是这样可以穿过去的，你可以用你日常的皮带。那 sales 跟我说也可以用他们这个肩带穿过去，那我先来试试看吧。但我觉得这个肩带可能没有办法，因为它没有这么短啊。做腰包这个肩带太长了，我们就比划比划吧。我现在就把那个肩带自己跟自己卡住，现在是就大概看这么个意思吧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腰包的效果，怎么样？感觉是不是像个腰鼓？斜挎背更可爱。我当时去店里面是奔着帽箱去的，但是是买最经典的那款是硬帽箱还是软帽箱，然后买哪个 size 的我还没有决定，想说去店里边看一下。那当时呢，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，觉得非常的可爱，然后就试了一下，一上身，哇，也太可爱了吧！真的是有一点一见钟情。我当时就随便穿了一身衣服。然后这个包背上去还挺和谐的，所以我觉得 LV 的这个老花，无论是经典的老花还是这个 reverse 的老花，就跟很多衣服都可以很和谐的搭在一起，真是蛮神奇的。然后呢，也试了一下最经典的那个硬的帽箱，那一只我觉得也很好看哦。那一只手机，我的手机是 iPhone X 嘛，这个大小是斜着将将可以放进去的。那这个是完全放不进去的，那个是将将可以放进去，然后可以扣上的，但是再大的手机就放不了了。我没有选择它的原因，主要是我觉得那个就拎着会更好看，斜挎的话还是这一只更可爱。最近不是特别想买手拎的包包了，觉得出门还是能斜挎就斜挎，多方便，对不对？解放双手。然后还试了软的帽箱，但软的帽箱和硬的一比呢，就很明显硬的是更美貌的。那软的帽箱呢，也是有几个 size， 但是当时他们店里呢只有最大的一个 size， 背上真的是有点太大了，所以我最后就没有选择软的帽箱。而且对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喜欢，最后就决定买这只了。手机是肯定放不下的，还差这么多。方的粉饼肯定是放不下了，然后我找了一个气垫，钥匙包。长方形的钥匙包放不下，如果不放粉饼的话，长方形的钥匙包是可以勉强塞到后面的，然后边边呢是会稍微弯一下，你看到吧？要是单放我就怕把它划嘞，里边是皮质的，摸着手感还挺好的。那卡包呢，选了一个 LV 的小卡包。前面的这一层也是放不下的，还是后面的这一层。我把粉饼拿出去好了。那这个小卡包是刚刚好，它中间有这样一个专门放卡的这个夹层，直接把卡塞到这儿也是可以的。当然有卡包会更安全一点。然后我们来看唇膏，今天挑了一支比较长的这种唇膏。也是可以塞到后面。护手霜，这个也是可以塞进去的。还有什么？剩下的零七八碎应该都可以啦。一个小的消毒洗手液，然后前面薄的这块呢，还可以放个眼药水，然后再来个小香水好了，再塞一包纸巾，这些东西就放进去，好好的。容量也还可以了吧？手机放哪儿？手机就揣兜里就好了，或者，对啊，拿在手里，非常的可爱。还要说什么？哦，9月份到底会不会涨价？我也去问店员了，店员说他们也不知道，大家都在这么说，但是没有人跟他们确认，所以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涨价。那关于这只包就说这么多吧，毕竟它真的是非常小，也没有太多好说的。总之就是很可爱就是了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，我真的好喜欢它，有点爱不释手，真的好好看哦。OK。
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欢迎点个赞，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